主播被新视频里的评论骂如惨，有人说我真的是饿了，是什么都能吃得下的赔钱货，有人说喜欢养猪，赔如钱道如贴，我真的要被评论区笑晕了，看着挺搞笑的。我现在贴出我2019年的照片，其实发生这些事情是有一个前提背景的，因为当时我是懵懂无知的，从高中那种压抑的环境到一个人去上大学，有了智能手机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当时我身边几乎没有通讯录，有了手机之后才在大学的时候开始使用小蓝来查看附近的通讯录，而且我初高中都没有体验过校园爱情，我很期待在大学里有一段甜甜的校园爱情。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好看，这里附上我的丑照，也没有开始做自媒体，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，也不是说真的饿了什么都吃得下。那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长期缺爱的人来说，那位学生会主席对我的一些行为还是很甜的，他能接我上下课，跟我一起牵手走操场，也是让我体验到了一丝丝的校园的爱情。而且我总共跟他相处才1个多礼拜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儿。最后一次吃自助餐，不是他要留我过夜，但是我拒绝了吗？最多的行为就是拥抱了一下，我没有吃什么新疆大盘鸡好吗？还有人把这些行为定义成为乱搞，我就觉得那些人挺装的。在装什么呢？还有人问我还没还钱，我可能是给他发过消息让他还钱的，但是他已读不回，而且当时他是大4，我是一个懵懂的大1新生，别人是学生会主席，没有让人来堵我门口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所以我选择主动的断绝这段关系。钱要不回来就算了，那只能省吃俭用呗。但是真的缺爱的我会被这样的一些小把戏给温暖到，我在想他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虽然我没有什么钱，但这都是我自愿的。再补充一下那个老师的细节吧，我觉得30多岁的男人真的像是成了精一样，他会跟你暧昧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真的让我欲罢不能，很烦。每次确实是道如贴，主动去2公里之外的教师公寓去找他，有的时候他不在，真的很失落。他的样子是1.65米，短发，看不出来是通讯录。他偶尔会带我去学生食堂吃一顿饭，因为他有教师的那个卡，里面有余额，好像也有折扣什么之类的。我当时还挺开心的。我们也会经常的翻墙出去散步，其实我还挺喜欢这样的行为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急的人，但没想到有一次去宿舍找他嘛，第一次炒菜做饭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他用电动车送我回宿舍楼下，然后给我买了一杯蜜雪冰城的柠檬水。现在想想确实是赔如钱。后面了解到他有所谓的男朋友，并不是已婚。他竟然跟我如实交代了，但是算是异地，因为在不同的学校，但他却依旧的用小蓝，而且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，这让我大受震撼。他们觉得对象之间用小蓝很正常，所以我就对这个老师失望了，就慢慢的断绝了联系。其实我在2019年也拍过抖音，不过那个时候是拍着玩了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2019年的作品，或者说我贴到视频的结尾，太抽象了。不就是个小小的张麻子吗？干！硬吗？够硬，硬不硬以后再说。其实跟我现在变化挺大的，是因为我释怀了这些经历，所以我才讲出来让大家避避雷或听个笑话。还有用小蓝面基可以，但是安全第一，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隐私，尤其是在学校里。我经常会听到有人投稿说被学校人举报了，被威胁了。一开始的互联网上的聊天尽量保持一点神秘感，最重要的是做好安全措施，千万不要说因为真的很爱你所以选择无什么，对于一些年轻懵懂的18到23岁的年轻通讯录的忠告。